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龚俊李沁打包是宠溺甜炸热搜成年人的温柔，是把你当小朋友哄。娱乐圈的综艺现场，有时候就像一场不可预知的偶像剧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镜头会捕捉到怎样的细节，点燃怎样的心动瞬间。最近一段在综艺录制现场的糖分过载小插曲，意外让全网陷入疯狂尖叫的甜蜜浪潮。那一刻，龚俊一句你也是啊，有啥就说，瞬间击中了无数网友心底柔软的角落。而他对李沁追加的打包式宠溺，更是被夸到这不是综艺，而是恋爱大片的实录。事情的起因很简单，节目录制已经进入深夜，嘉宾们完成了数个高强度任务。马思纯脸色发白，轻声表示：“我有点不舒服，想缓一缓。”双引号。就在这句轻描淡写的请求之后，龚俊立刻放下手中道具，蹲下身认真看着他：“行，咱们把这部分打包回酒店录，你先歇着。”双引号。语气轻柔，像是在哄小朋友，又像是把照顾放在第一位。镜头转到一旁的李沁，他低头整理任务卡，指尖不自觉地摩挲衣角，仿佛在回避什么。就在这时，龚俊转过头看着他，语气里带着点无奈又心疼的宠溺：“你也是啊，有啥就说，别总自己扛着。”双引号。李沁愣住了，抿嘴一笑，耳尖染上了淡淡的粉色。这一幕被网友称为沁年才俊的高甜瞬间。2小时话题阅读量破2亿，全网狂欢。这哪是综艺，分明是偶像剧现场。双引号。如果说对马思纯的体贴是绅士风度，那么对李沁的照顾就是精准狙击。当李沁试图转移话题：“我没事”，龚俊却凑近低声提醒：“上次你胃疼还硬撑，忘了？”双引号。这一句仿佛证明了他对他的了结与在意。李沁睁大眼，像是被戳中小秘密。龚俊立刻笑着补刀：“放心，不告诉别人。”双引号。紧接着他转向工作人员：“给沁姐也准备份热粥，要小米的，她胃不好。”双引号。再然后他对着李沁晃晃手机：“你要想打包什么吃的，直接发我，我让助理买。”双引号。这种我知道你所有的小习惯的默契，被网友称为成年人的顶级浪漫。事件发酵后，网友们不满足于这一幕，立刻翻出两人此前更多互动名场面。情话任务环节，李沁用苏州话说：“月亮代表我的心。”龚俊立刻接：“那我代表太阳，晒你一辈子。”保护式反应任务中，李沁不小心摔倒，他第一个冲过去，先蹲下检查膝盖，确认无碍才伸手拉起，还小声叮嘱：“下次我走你左边，挡着点。”小心翼翼的体贴。休息时李沁打哈欠，龚俊立刻把外套披在他肩头，自己只穿着单衣。被问原因时，他轻描淡写：“我火力壮，他怕冷。”双引号。这些瞬间被做成糖点合集，标题直白：他不是中央空调，他是把所有偏爱都给了他。有 CP 粉写下同人文：他见过他最要强的样子，所以更想护住他孩子气的一面。双引号。这场打包式宠溺风暴不仅是综艺名场面，更在社交平台掀起了甜蜜评论潮。部分高赞评论节选：1. 这不是综艺，这是在拍李沁的日常恋爱。2. 龚俊的宠溺，李沁的娇俏，简直像是小说里才会写的台词。3. 成年人的浪漫，不是鲜花钻戒，而是我记得你胃不好。4. 谁懂？他蹲下的那一刻，我心也跟着软了。5. 李沁耳尖红的瞬间，就是少女心被叫醒的证据。6.
他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，他的温柔有方向感。7. CP 感太强，求你们快点官宣吧，观众嗑的要糖尿病了。双引号，为什么这场小小的互动会引发如此大的共鸣？因为它完美击中了人们对理想关系的期待，不是轰轰烈烈的表白，而是细水长流的体贴；不是华丽的言辞，而是懂你的小习惯，记得你的脆弱；不是只在顺境里的陪伴，而是在你疲惫时第一时间替你分担。正如一条高赞评论写道：成年人的世界太累了，看到有人把另一个人当小朋友哄，突然就相信了爱情。更让人心动的是李沁在后续采访中的回应。被问及这段打包梗时，他轻轻笑着说：他总说我是小倔驴，其实他才是最会照顾人的那个。双引号，短短一句，甜到网友再次炸裂。有人调侃，这已经不是暧昧，这是情侣互对了吧？双引号，这份双向奔赴的感觉，让整个事件更添几分真实与浪漫。从综艺里的一个眼神、一次提醒，到现实中的默契与回应，龚俊和李沁用点点滴滴的互动，勾勒出一段让人忍不住心动的关系。他们没有大张旗鼓的告白，却在每个细节里写满了浪漫。他们没有刻意制造 CP 感，却在自然相处中让人看到爱情最真实的模样。这大概就是成年人最美的温柔。你在闹，我在笑，你假装坚强，我偏要拆穿。回看这场因一句打包而引爆的热搜，不难发现，真正打动大众的不是所谓的流量话题，而是那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与偏爱。龚俊和李沁之间的互动，让人看到了理想爱情的模样，是在你最倔强时，轻声提醒你别逞强；是在你最脆弱时，第一时间伸手接住你；是在灯光和镜头之外，也能默默为你准备好一份小米粥。网友们的评论，或许就是最好的注脚。这堂课不够，请综艺多给他们同框机会，谢谢。原来成年人也可以被当小朋友宠着，那一刻，我相信了爱情。